这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的军事讯息。在历经多次失败后，美国超高音速导弹终于实验成功。美国机载版高功率微波反无人机群系统首次亮相，斯洛文尼亚采购45辆拳击手步兵战车。精彩节目即将开始。在经历多次失败后，美国超高音速导弹终于实验成功。2002年5月16日，美国空军部长办公室宣布 AGM-183A 超高音速武器实验获得成功。此次实验于5月14日进行。AGM-183A 超高音速导弹由一架美国空军第419飞行实验中队的 B-52H 战略轰炸机挂载，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海岸附近的太平洋上空发射。美国空军在新闻稿中表示，该导弹在与飞机分离后，其助推器点燃并燃烧了预期的持续时间，实现了5倍音速的高超音速飞行。这次实验是继去年3次发射失败后取得的第一次成功。目前，美国空军的超高音速项目主要有2种，其中一种是源自于 X-51实验机的空射吸气式高超音速武器，另一种之前有2个项目，分别是空射快速响应武器 ARRW 和高超声速常规打击武器 HCSW， 其中 HCSW 项目于2020年取消。ARRW 是目前美国空军力推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之一。该项目下属的 AGM-183A 导弹由固体火箭助推器和成波体滑翔弹头组成。根据此前公布的数据， AGM-183A 导弹重 2.5 吨左右，长约 5.9 米，平均飞行速度为 6.5 马赫至8马赫。一架 B-52轰炸机可携带4枚至6枚导弹。按照 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的作战设计，该导弹首先使用火箭助推器，将无动力的高超音速助推飞行器加速到最佳速度和高度，然后再释放。飞行器将以5倍音速以上的速度沿着浅层大气飞行路径滑行，并在飞行过程中进行不规则的机动。这种速度与机动性的结合，旨在该导弹可以穿透严密的防空系统，从而能够有效地打击敌方的目标。在去年该导弹的3次测试失败中，第1次和第3次 AGM-183A 导弹甚至没有离开 B-25H 轰炸机的挂架。第2次测试中，弹体与载机成功分离，但火箭助推器没有点燃，使其坠入到太平洋。但美国空军仍将那次实验视为部分成功，因为美军认为其至少提供了关于发射程序和弹体分离的数据。高超音速武器是现代战争中博弈的一个新领域，俄罗斯、美国和中国都大力发展该型武器。此外，朝鲜、日本、印度和欧洲也在展开研发。此前，美国对高超音速武器存在战略误判，对于该型武器的研发和重视不够，使得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方面有点力不从心。但近年，美国加大对高超音速武器研究的投资，希望能在该领域维持美军的领先优势。按照美军的计划， AGM-183A 导弹在全面部署后，将不仅可以由 B-52携带，而且还将可以由 F-15战斗机等战斗机携带。总而言之， AGM-183A 的首次测试成功无疑是一个里程碑，但这款武器距离真正列装部队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美国机载版高功率微波反无人机群系统首次亮相。2002年2月14日，美国反无人机企业埃皮鲁斯公司首次展示了一款可以部署在无人机上的高功率微波系统。该系统旨在应对无人机群威胁，而非单一的无人机威胁。而无人机群对于美国军方而言正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埃皮鲁斯公司在一份声明中介绍称，这款高功率微波系统名为列奥尼达吊舱，旨在保护前方作战基地免受来袭的威胁。该系统可以安装到其他多种平台上。该公司表示，新推出的列奥尼达吊舱具备一系列任务能力和多种安装选项，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便携性，可以直接部署到威胁环境中。而在此之前，埃皮鲁斯公司于2020年推出了列奥尼系统的陆基版。2021年，该系统完成了3次现场实验，证明了自身对抗旋翼无人机和固定翼无人机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高能微波武器的研制思路来自美军的核试验。1958年，美国在太平洋上空400千米处进行了当量为140万吨的核爆炸。但在1400公里外的夏威夷群岛却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发电厂被破坏，街灯同时熄灭，所有的警报响彻一片等等。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之后的几次核试验中。这一奇怪的现象引起了美国军方的重视。后来的研究发现，强大的电磁脉冲会在地面各种导线上产生几千伏的电压脉冲，使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电脑芯片损坏。
从而使各种电子设备失去功能。美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如今的高能微波武器，包括英国、日本在内的国家都已经开展了高能微波武器的研制工作。这种新型武器集软硬杀伤于一体，具有攻击速度快、使用成本低、全天候适用等特点，主要用于毁伤雷达、预警机和无人机上的电子设备。美国早在海湾战争中就使用了实验性的高功率微波弹头，装上这种弹头的海军战斧巡航导弹导致伊拉克部分防空网失效，自此高能微波武器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作战中也使用了高能微波武器。目前，美军有多款新型高能微波武器进入实战化阶段，比如警惕鹰系统、战术高能作战响应武器系统和高能微波反爆炸物装置等。斯洛文尼亚采购45辆 Boxer 步兵战车。近日，斯洛文尼亚政府与 ARTEC 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 2.8 亿欧元的采购合同，为斯洛文尼亚交付45辆共计4种不同型号的拳击手 Boxer 步兵战车。ARTEC 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德国克劳斯马菲威格曼公司、莱茵金属公司以及荷兰地面系统公司组成的合资企业，主要负责拳击手步兵战车的协调生产以及出口事项。按照计划，相关车辆的交付工作将于2024年开始，并于2026年全部完成。未来，斯洛文尼亚陆军装甲部队主力将出现拳击手步兵战车打头阵，帕特里亚 AMV 做支援的场面。拳击手步兵战车是德国与荷兰联合研发的多功能 8×8 轮式步兵战车，由 ARTEC 公司生产。整个生产项目由欧洲联合军备合作组织 OCCAR 管理。该车防护性能优良，在遭到简易爆炸装置、地雷及反装甲武器的袭击时，可为成员提供有效的防护能力。拳击手步兵战车可一次性搭载8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其信息化程度高，可为搭载步兵提供高效的通信支持，具备复杂环境下的作战能力，并且采用模块化设计，可通过加装不同的设备轻松实现满足不同任务的需求。拳击手步兵战车自问世以来受到了多个国家的青睐。在2006年，荷兰宣布采购200辆拳击手步兵战车，用来替换老式的 M557 和 YPR765 步兵战车。同年12月13日，德国国防军采购272辆拳击手步兵战车，来替换德军老式的 M113 和 TPZ1 步兵战车。2016年8月，立陶宛签订了价值 3.9 亿欧元的合同，采购88辆拳击手步兵战车。同年，澳大利亚也选定拳击手步兵战车作为采购对象。2019年10月，英国政府签订了一项500辆拳击手步兵战车的采购合同，首批交付工作在2023年完成。据统计，目前一共5个国家装备有20个型号，共计1500余辆的拳击手步兵战车。随着斯洛文尼亚签订采购合同，拳击手的全球用户将增至6个。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认为美国的超高音速导弹一旦全面部署，会对未来战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欢迎将想法打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